大家好，欢迎观看居家101，我是阿杜。这个视频是我临时做的，主要是因为特斯拉 Model 3释出了软体更新 11.0， 这版本大幅的更换了界面。我以前做的特斯拉视频就说过，以前的软体更新导致的界面变化就曾经让我很不习惯，这次变化更大，所以我专门做视频说一下。顺便一提，我原本有录一些视频打算之后做，像是自动驾驶以及哨兵模式的视频，那些画面到时候就只能用旧界面呈现了。不过应该是不影响视频内容。这次的视频主要是说几项我已经很习惯，但这次却被变更的操控，还有他们被改去了哪里。那我们就开始吧。首先，之前的版本在左下这边可以左右切换，可以看到胎压还有里程，这些职业不见了，在左下方滑动变成什么都没有。像我现在有低胎压，我就没有办法马上检查胎压。我们打开车子的控制，第一反应是雨刷被换到了这边，还有行车哨兵模式的录制也跑到了这里，原来他们是在上面的。我们看一下其他的，这些好像都跟原来的差不多，除了不知道是字体还是阴影好像有些变化。这个 trip 应该是新的，原先好像没有。之前左下显示的里程资讯可以在这里看到，之前左下方的胎压则可以到 Service 里面看到。倒车摄像头改到了正中间，这些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是在这里，不过色彩好像变鲜艳了，然后变成了2排。一些娱乐的东西还是在下面，不过位置有一点变化，因为空调被分成了左边和右边的控制，不过两边控制的温度还是同一组，按下温度的数字控制面板才会出现。跟以前有一点不一样，这界面也有很多东西被挪动了，需要适应一阵子。变更过后的控制界面其实跟原先一样，在开车时并不方便使用。不过其实这平板上的大部分功能用语音是可以控制的。Open the glove box. Decrease the temperature. 各位如果有兴趣，可以留言告诉我，我有空可以整理出一些好用的语音控制，方便大家使用。虽然还是很高兴特斯拉可以免费持续更新软件，不过每次重大更新都需要重新适应新界面，的确还挺头疼的。不过我这台特斯拉 Model 3已经用了3年多了，还挺满意的。不过这在油车的前6年其实也感觉差不多，至少还要3年才有办法知道可靠性行不行。不过车子的性能是没话说的。这边最后补充我今天才发现的3点变化。第一是这边2个 App 不是固定的，是最近使用的 App。你可以看到我切换 App 后，它们一直在变化。老实说，我不是很喜欢这个设定。另外一点则是在导航时，原本针对导航的自动驾驶，从文字变成了一个图标。最后一点是好的，我之前一直有无法登入 YouTube 的问题，这问题在这次更新之后好像解决了。如果之后有其他的新发现，我会做视频补充。如果您觉得视频有帮助，请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，我会尽量更新各种居家建议，希望对大家有帮助。非常感谢，谢谢收看。